我以为你就算变成异魔，多少还流些血性。看来我错了，你只会对女人下手。如果不能及时把消息传到火焰城，封魔阵不但治不住他，还会让大家置于险境。却只需短短1瞬，似乎比外界快上许多。1瞬，1瞬。我想起来了，这里是云荒泽。云荒泽，永恒转1瞬，1瞬归永恒。我在秘籍上读到过，云荒泽就是这样一个脱离世间的存在。万物在这里萌发、消亡、再生，循环往复，无休无止。那么，经历这个循环的，不只是桃树，而是整个空间。郡主，你刚刚说的“消亡”，就是死亡的意思吧？按这个道理来说，在这儿，旧的时空结束，所有的存在都会随之消亡，一切归零，新的时空才会重新开始。那么身在其中的我们，是不是也会随之消亡？你说的对。咱们得赶紧离开这里，好好想想，你读过的秘籍里面，是不是曾经提到过逃脱的方法？啊？开始向炎神殿汇聚了，只要琳琅天进了炎神殿，我觉得这里不对劲。憨头憨脑的，怎么还戏份上了？哪不对了？哪儿都不对劲，等于没说嘛。我一闻这气味，就觉得不对劲。 姐，是灵王殿，不好了，封魔阵破损了。封魔阵？怎么会？啊！英雄总归还是有疏漏啊。想当年用这个阵封印异魔时，逃出去的正是六王殿。现在这个阵已破，我看你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。火焰城留客，不是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。难道你还有什么救命稻草吗？灵动吗？可是，你的救命稻草
跑去哪儿了？你的女儿，她又去哪儿了？你把他们怎么样了？我把他们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去黄泉路上问他们吧。你既然承认了，尔等一魔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浮世会心心相传，生生不息。我青雉的本事，绝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堪。天气越来越冷，咱们就一直这么等下去吗？眼前这番景象，我怎么感觉好熟悉？我分明是第一次见到。要是咱俩都活不了了，我可以拉着你的手死吗？你死不了，你不是有9条命吗？是你对我好，熟悉吧？一直在一起，怕看都看腻了。真是腻了。可能又能怎么样呢？你看，那便是云荒泽的中心吧？秘籍上说，只要在云荒泽的中心，熬过新旧纪元交替的瞬间，便可绝处逢生。绝处逢生，大半辈子了，不，小半辈子了，咱俩哪次不是绝处逢了生的？冬天一直持续，恐怕救济员的时间已经到极限了。先保存些体力吧。林东，你抱着我。记住，我一定会带你平安离开这里的。所谓的德行，一无用处。别以为我夸了你，就对你无计可施。你为什么不用空间祖符？在我这儿不用，必定是用到了别的地方。而这个人一定让你有所忌惮，必定是林动和青竹。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你现在就是用了空间祖符，把他们困在了里边。哼，
拆得到，不等于救得到。世间一时，云荒则一世。他们离死也不远了。不过，我怎么舍得杀我的兄弟呢？当然，我不认为林青竹会看着他死。原来，你以前说的不杀林动的那些话，全都是妄言。是，又如何？有些话，我以为这辈子都说不出口，所以从来没敢细想。现在就像开窍了一样，有好多事情想告诉你。你说过，一路走到今天，就是想让我对你刮目相看。其实，在我心里早就对你刮目相看了。我很清楚，我们其实没有缘分，来生更不好说。因为一直喜欢一个人，真的会腻的。我娘说，感情不需要结果。我听她说这话的时候，我以为我懂了。可是现在我觉得，她说的不对。感情当然要有个结果，只是这结出的果，有的甜，有的苦，有的酸。有人尝到甜的，就一定会有人尝到苦的。你不敢抱我，那我就抱抱你吧。因为如果太冷，我就更觉得苦。秘籍上说，云荒泽旧纪元结束的时候，所有的生命都会随之消亡。但若有一个人愿意牺牲，就可以保护另外一个人活下去。青竹，你要干什么？青竹，你始终是我的另一个自己。青竹，你醒醒！永恒归一瞬，一瞬归永恒。云荒泽到最后留下来的，不知道会是城主的女儿，还是女婿。什么仙女姐姐，就是个笨蛋、傻瓜！你们别总以为我是什么佛祖传人，一个个争先恐后的替我去死。你们留下我一个人能干什么？靠女人的牺牲能换取性命，那我还当什么佛祖传人？云荒泽现在的命运，都掌握在空间族符上。
你如果想要亲自杀了你自己的亲人的话，那就动手吧。做服使的就得乖乖听话。记好了，我不准你死在这里，我要你们都活下来，完完整整的，谁都不缺，少一个我都不答应。求求你，把我的命拿走。真是一个好父亲啊，在下佩服。只可惜，你的命，他们的命，我都想要。走，找个出口出来！你疯了！杀了我，空间总服也会被毁。你不要你女儿的命了。青竹本来就是服使，随时准备赴死。你我同归于尽，我谢谢你。我们父女可以团圆了。青檀，是黑暗之柱。这是哥哥的东西。我说过，我的底线是不许伤害我哥哥。狼哥哥。现在我愿意见你，也愿意信你。你还愿意回头吗？我哥，还有狼哥哥你，对我来说，都是最最重要的。我愿意。凡事总有时机，一旦错过了那个时刻，哪怕得到曾经梦寐以求的东西，也没有意义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性命
就是我的性命。曾经我陷入绝境，你们又有谁信过我？你们一步步把我逼成今天这个样子，再回头假惺惺的可怜我，向我道歉，要我回头，有意义吗？一旦做出选择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信的只有我自己。青檀，青檀，动手啊！你想说话把他说死吗？收拢心神，别被他迷惑了。当时你与我结发，说要永远和我在一起，追随我，相信我，保护我，和我血脉相融，你还记得吗？难道再多一次折磨？我并无意唱一首的歌，已经由不得谁多啰嗦，没人能做闲云野鹤，顶多留着就慢慢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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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实点。前辈，振东，无论青竹做了什么，都别在意，就当是帮我，多陪陪他。仙女姐姐为了救我，耗了不少修为。你，仙女姐姐，不是傻瓜笨蛋吗？你都听见了？这次又要仙女姐姐救了我，以后一定好好报答服侍。我不需要你的报答，我是服侍，这些本来就是我的分内事。可你在云荒泽说的那些话，别一副欠债的样子。你不欠我的，更无需处处想着补偿。即便是朋友，生死相托，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那些话说了便说了，旧纪元过去了，
咱们都应该往前看嘛。我也有我的骄傲，我不希望你对我的感情永远带着亏欠。亏欠已经亏欠了，报答还是要报答。放心吧，我已经用地火阵的能量把它恢复了元气，暂时无大碍。那太好了，否则这辈子都亏欠他的。苏苏，我们的女儿长大了，她的品性真像你。林姐姐怎么样了？她本来就是仙女，现在更是仙女了。仙女，仙女不食人间烟火，不做人间夫妻。哥哥心里就是这么想她的。丫头，你还操哥哥的心啊？我希望你幸福啊。哥，林姐姐在你心里到底什么位置啊？我要好大好大的排场，我要全天下的人都羡慕我。你还记得咱家的那个泡菜坛子吗？嗯。坛子的口很小，我小的时候调皮捣蛋，装了好多东西进去。当时装的时候，感觉真的不容易，费尽了心思。可一旦把那些东西装进去之后，就再也拿不出来了。我记得，爹当时泡不了泡菜，又不舍得砸了那个坛子，还把你给揍了一顿，对吧？我心里的这口坛子已经装下了欢欢，就再也不可能把它拿出来，也再不能装下别人了。禅心境早就把我们缠到一起了。除非砸碎了它，
就像你心里的那口坛子，装着琳琅天一样。诸位砸碎了它。你们两个总有决一死战的那一天。我心里装着琳琅天的那口坛子，也该碎了。城主，城主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等着我去叫人。回来，不要去叫，别去。城主，难道你没告诉他们你的身体已经……王殿在反噬我的身体，我能挺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。你去叫人，能叫谁来？谁能炸出王殿？不要去。我知道，你是不想让林东哥和林姑娘难过，但是，城主，你说的对，不要让他们难过。一墨花还没有死，我能撑到现在，已经很赚了。城主，往后就全靠你们了。城主舍生取义，我们定不负城主所托。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城主，若心中还有记挂的人，还是早日相见吧，至少可以不留遗憾。
没打呼噜，就是因为你没打呼噜，我睡不着了。赶紧打几个呼噜，催催眠。去。你平时不是一沾地就睡着了吗？今儿怎么还失眠了？就又见到青檀了？行啊，火，做人做久了，还学会脚踩两只船了你。小声点。青檀是青檀，公主是公主，他们俩不一样。啊，不一样。青檀呢，温顺懂事儿，我见犹怜。这长公主却冷若冰霜一样。啊？你不懂，我不懂，你懂。睡你觉吧。哎呀，睡觉喽。姐姐，你看那边有只飞蛾，快要落到你头上了。哪有飞蛾？嗯。姐，你是生气了吗？怎么憋得脸都红了呀？这种感觉，是不是就是喜欢呀？反正你们都生死相许过了，以后刚好可以一起去浪迹天涯。你说的没错，他是挺好的。那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？生死祖父开启之法依然扑朔，我们还肩负着寻找一魔皇的重任，感情的事情，对我们来说只能是负担。可是，难道你要眼睁睁的放弃吗？从我们自己选择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没有资格追求其他的了。我是如此，你也是。快睡吧，睡着了就不想那么多了。睡吧。生气啦！看来你还是人性未泯。只有人类才会被愤怒支配，不是吗？你的肉体被封印之处，我在妖域找到了。除了密钥之外，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开封印？有，就怕你做不到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你放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可以彻底放弃这颗多余的人心。办法非常简单，我获得的能量越强，肉体恢复的就越快。到了足够强的地步，那么佛祖的封印也就克制不了我了。你就直接说吧，要杀多少人，攒多少元力才够？不在多，在精。天下能量最强的门派，唯有三宗。
林动，我倒想看看，你会不会回来救你的女人。 你还是要走啊？我是要回太清宫。他们的一切都在这雪山之上。倘若爹在，也会护着道宗共存亡吧。情债太多，顾此失彼。完了，他要对付的是9天太清宫。师父。 云层之巅，幻梦之前，我见到了你。穿过心间，天地未见，我珍惜你。我的前生、此生、来生、贪生，都转动着一个谜。 你的来程、过程、前程、返程，都落分成一个谜。这世界里的一夫一妻，生命里的一寸一毫厘，都是你。踏遍荒野里的一山一岭，追寻你的一生一世纪。 这云天，挽手相约，一切都如愿。万众之间，寻你容颜，悄然浮现。我的前生、此生、来生、贪生，都转动着